欢迎收听这次的深度探究。今天我们来聊聊比特币，价格首次冲破了12万美元。是的，而且这已经是3个月里第6次破纪录了。对，感觉历史新高这个词都快不够用了。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帮你一起梳理一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为什么新高好像成了新常态？这个现象确实值得关注。从资料来看一个非常核心的驱动力就是机构，特别是大的机构资本，可以说是跑步入场。跑步入场这个说法很形象。对，尤其是美国那边，现货比特币 ETF 不是获批了吗？之后资金流入简直是爆发式的。爆发式有具体例子吗？有啊，你看资料里提到的贝莱德，就是 BlackRock， 他的那个 IBT 基金持有的比特币已经超过70万枚了。哇，70万枚！还有那个 MicroStrategy 也超过60万枚了，是吧？对，更关键的一点，资料里特别指出来的，就是这些大机构、大玩家，他们每个月买入的比特币数量已经比新挖矿产出的还要多。哦，买的比挖的多，那不就意味着对，供不应求了。这个直接就改变了市场的基本面，供应端持续缩紧。明白了。那政策方面呢，似乎也有点松动的意思。是的，政策环境逐渐明朗，这个也很重要。比如美国参议院在推一个叫 Genius 法案的东西，想给稳定币定规矩。然后香港那边那个稳定币条例草案也落地了。这些动作其实都是在给机构扫清一些障碍，降低他们进场的门槛。资料里还提到特朗普政府那边的一些可能性，比如搞个什么国家加密货币战略储备，还有任命一些对加密货币比较友好的人。对，像保罗·阿特金斯，这个市长会解读为不管谁上台，可能监管的大方向会趋于稳定，至少那个达摩克里斯之剑的威胁感暂时降低了。就是说不确定性减少了。对，预期稳了。当然了，政策这东西变数总是有的。那宏观环境呢？全球经济好像也不太平。没错，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加上美元可能走弱，大家又预期要降息，这些都让比特币那个数字黄金的故事，听起来更有吸引力了。避险属性被放大了。是的，像德国央行这种级别的机构都开始买比特币来对冲风险了。还有特朗普的一个关税政策，如果真搞起来，也可能让一些资金通过比特币来避险。这么一说，感觉比特币的人设或者说它的身份好像真的在变啊。正是这个意思。从以前那种大家觉得风险特别高，有点像赌博的东西，对，慢慢的变成了一种被更多人接受的价值存储，甚至是 OKX Europe 的 CEO 说的终极数字宏观对冲工具。这个转变特别关键，你能看到市场的情绪正在从那种短线炒作转向更长期的投资。技术上也在进步，比如那个闪电网络升级什么的，细节咱不细究，但核心就是让交易更快，费用更低，就是说让比特币不光能存，也能更方便的用，实用性增加了。对。而且这次的市场结构跟以前牛市也不太一样，杠杆风险相对低一些，散户那种狂热好像没那么明显。主要是机构和长期持有者在买。对，是这个格局。刚才提到机构，里 Benchmark 分析师有个观点说，如果美国那个 Clarity 法案能通过对，这个法案，它要是能明确加密代币到底是商品还是证券，把这个最大的监管模糊地带给解决了，那可能才是真正给机构投资打开大门。这个说的非常有道理，法律地位明确了，机构的合规成本和顾虑就会大大降低。这绝对是未来一个需要密切关注的点。好，那现在突破12万了，往后看呢？其实预测很大胆啊，短期说可能到13万、15万，长期甚至有人喊1050万美元。预测是很多，支撑这些看法的核心逻辑，其实还是我们前面聊的，就是那个持续的供需失衡 ，ETF 需求大于挖矿产出。对，还有就是机构化的趋势在不断加深，比如加密货币领域的并购开始多起来，还有那个代币化证券市场的概念。代币化证券就是把股票、债券这些放链上。简单理解是这样，这可能会给比特币这种底层技术带来新的应用场景和想象空间。富达那位宏观总监也提到，跟黄金比，比特币经风险调整后的回报率在赶上。听起来前景一片光明，但风险呢？我分析师也警告说，这个涨势可能撑不住。有没有什么致命弱点？风险肯定不能忽视。首先就是鲸鱼的风险，大户。对，就是那些持有大量比特币的早期玩家或者机构，他们要是突然一起卖市场肯定扛不住，波动会非常大。砸盘风险。其次，政策风险其实没有完全消失，尤其美国大选快到了，监管风险随时可能变。川普那个关税要是真搞得很严，所有风险资产都可能受影响，比特币也跑不了。对，再有就是技术本身的风险。你看这个 GMX 平台最近被攻击了，这就是个提醒，这个系统还是有漏洞的，技术安全问题。最后一点，就像上海社科院学者提醒的，比特币的价值很大程度上还是建立在信心上的。信心？对，信心一旦脆弱，价格可能掉头就下。明白了。好，那我们来快速小结一下，
比特币这次突破12万美元，背后是机构跑步入场、政策环境预期改善，还有宏观避险需求这几个因素，共同发力的结果。同时比特币的角色也在变，从单纯的高风险资产向价值存储，甚至是宏观对冲工具转变。是的，未来看，持续的供需紧张和机构化深入是主要的看涨理由。但是监管的不确定性、宏观经济的冲击，还有像鲸鱼抛售这种市场结构性的风险，这些明枪暗箭也一直都在。这让我想起前巴格类的董事长钟楼尔打的比方，他说这更像是一场购买力的对决。怎么说？一边是那些很早就持有、很坚定的老玩家，另一边呢是带着大钱刚进场的华尔街新贵，他们之间在博弈。这个比喻有点意思。那么留给你思考，可能就是这场由算法、由机构、由宏观力量共同驱动的变革，最后会把金融世界的权力版图带向哪里呢？当一些国家的中央银行真的开始像储备黄金那样把比特币也纳入储备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站在一个全新的金融秩序的黎明时分？